在上海没有一家能够跟我们家一样品种这么齐全的兰溪小吃。熏蛋 no， 巧克吧？蚂蚱，我以为吃蚂蚱呢啊！就连阿姨亚索的味蕾都能征服。哎，就觉着一只小鹅跟那个外头不一样的，个头很大，菜又新鲜。现在上海没几家做了这个熏蛋。口味独特的同时，品质也很关键。整个上海菜就是维持一个。侬要么不做，要注意把它做好。到处上海绑定生活，大家好，我是葛小倩。今天我们的特派员是带着任务出发的，分别推荐一家上海本地的特色美食和开在上海的外来特色美食，并各自拿出一道特色菜品进行 PK， 由食客投票选择出更想尝试的菜品，票数多者获胜。不知道王老师和亮亮究竟谁能取得胜利呢？这可难不倒我，怎么说呢？我也是陶醉上海资深（括号老的）特派员了啊！这找店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嘛，对吧？来，各位观众看一看我身后的这家店，当当当当！我说王老师，你这也太偷懒了吧？就随便找了一家日料店，日料店上海有这么多家，怎么能算得上是有特色呢？哎，我跟你讲，你不能被外表所迷惑的呀。这家店啊，它看上去像一家日料店，对吧？但其实啊，卖的是福建泉州的特色小吃。而且我跟你讲啊，光是菜单上啊，它的菜品小吃种类啊，就有60-70种。那听懂了吧？我说的是60-70种哦，不是6-7种哦。没错，在这家界园居泉州特色小吃里，泉州当地小吃的种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哦。老板可是地地道道的泉州小夫妻。亮亮刚才说的看起来像是一家日料店，是因为之前主打的是日料，但因老板想念家乡的味道，在上海却难以找到正宗的泉州小吃口味，所以决定自己做。于是就在日料店的基础上增设了泉州的小吃，后来逐渐转变成了主打。哎，老板啊，我觉得在上海好像很难找到比你们家还全的泉州特色小吃了吧？这个就是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嘛，然后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家常。哎，但是老板娘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在跟人 PK，你知道吧？PK 啊！对啊，我在跟人 PK。不在吓我吗？就是我光说我们这儿啊，这个小吃品种多啊还不够，有没有哪一道啊，或者说哪几道是比较代表泉州特色的，比较当地的，有没有？就是泉州特色有像肠套肠啊，还有那个像炸枣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么多，哪个是炸枣啦？这个嘛肯定是粽子了，我认识的呀，对吧？这个嘛肯定是什么肠？对，肠套肠肠套肠。对，那应该是这个吧？是炸五香啊，所以是这个吗？只剩最后一个了，对呀。我尝一下。好啊。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平时吃那种糯米地瓜球的那种感觉，但你们叫炸枣。对，但是我们就是在工序上会比那个更复杂一些，然后就是中间会有放那个花生碎，对，然后加白糖，就是吃起来就是其实说炸枣啊，其实它就是中间就是红枣的那个糊，就是加的那层料嘛，其实就是类似红枣的糊，然后外面就是代表红枣的意思嘛。品尝完泉州小吃的独特之后，我们再来探索一下同样有特色的闽南话吧。藤头藤是这样吗？差不多，但是还是有点不对。你再说一遍。等头等，粽子怎么说？蚂蚱。对，哇，好标准啊！蚂蚱，我以为吃蚂蚱呢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五香卷，闽南语叫龟更。对，然后或者是进鹅香。来这儿不光为大家找到了好吃的小吃，还学了一点闽南话，所以我觉得呢，这一轮哇，一点哎呀！王老师，你可不要太自信哦。虽然你那边有什么肠套肠、炸枣之类的小吃，我们这边是没有的，但是大家看一下我身后，有这么多的荣誉，你们那边有吗？
拥有这么多荣誉的，就是这家且婷婷啦，做的是兰溪风味小吃。你能想象到吗？这样一家人气很高的店铺，开业才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兰溪小吃究竟有什么魅力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刚才王老师那边呢说小吃特别的多，一共有60-70种，但是我们这边也不输哦。看一下我们这边墙上啊，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这个可以选择的这个菜品，对不对？想问一下老板娘，你们这边做的是正宗的兰溪特色吗？那么所有的食材的供货商都来自于兰溪，非常的地道，保证所有的食材的原汁原味。那我们是因为金华市的老字号的授权，还有兰溪的浙江省名小吃的授权，目前为止在上海没有一家能够跟我们家一样有这么品种这么齐全的兰溪小吃。像兰溪特色的手擀牛肉面、梅干菜肉果、豆腐汤圆，在这里都是能找到的。豆腐汤圆选用的是酸汤点的豆腐，混合肉末，再裹上淀粉煮熟，吃起来在保证豆腐的嫩度的同时，也更清爽，口口留香。但获得这一整面墙荣誉的，还属他们家的这道小吃。那我们本店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来自于兰溪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小吃，名叫鸡蛋果。这就是老板娘口中的非遗美食鸡蛋果吗？但看起来也太像普通的韭菜鸡蛋饼了吧？不如让我们先听听食客们是怎么说的。它的馅料吃起来不像普通的那个那么油腻。这一个两个葱呢，老香；这一皮呢，老薄。搿只物事我要吃牛的，勿是老。我平常吃葱勿吃的。今朝熬上去呢，哎呦，老香哦！我讲。听完食客们的话，感觉还是离不开面皮、鸡蛋、葱、肉馅这几样。到底和普通的鸡蛋饼有什么区别呢？不如我们去问问做鸡蛋果的张大厨吧。别看他年纪小，他可是朱兰庆的弟子。朱兰庆是首批兰溪鸡子果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看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皮比较脆薄脆，然后比较酥嘛。哦，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侧面看确实是很薄很薄，而且是有点透光的这个感觉。那这么薄的皮，它兜得住里面这么多东西吗？兜得住呀。到底兜不兜得住？大厨现场展示给你看。先把肉和葱放到皮子里，这葱的分量可不小哦。你看这皮子确实是能兜住吧？当然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灌蛋。鸡蛋能够把所有的食材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样吃起来层次更丰富，口感也更佳。最后放到油锅里煎至两面金黄，鸡蛋果就可以出锅了。这样做出来的鸡蛋果表皮酥脆，馅料里还有满满的汁水哦。好香好香啊！它里面是带有汁水的，你看有这个葱跟肉汁混合在一起，香上加香，而且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皮也还是保持那种很薄、很脆的一个状态。王老师推荐的炸枣，还有亮亮推荐的鸡蛋果，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两位特派员不要动气嘛，让我们听听食客的看法。喜欢鸡蛋果，因为它里面口感很丰富，里面东西非常多。因为我会吃里向有菜的啦。选鸡蛋果吧，因为就咸口嘛，就比较喜欢。那我可能会比较选那个炸枣，因为它是那个甜的嘛，然后又是油炸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油炸的。投票结果出来了，第一局开在上海的外来特色美食大 PK， 王老师推荐的是泉州特色小吃的炸枣，获得125票；钟亮推荐的是且婷婷鸡蛋果，获得158票。最终，钟亮以33票的优势胜出。这口味不同嘛，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就认输喽。但是啊，我觉得下一轮啊，我是肯定一定稳赢的。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去呢，是一家100年老字号。老字号你知道，品质有保证，而且呢，种类选择都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对不对？哎，我说王老师，虽然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家店啊是老店新开，开的年数肯定没有老字号那么多，但是喜欢吃这家店的人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年龄的了。就是我身后的这家103本帮烧。
第2局的本地特色美食，亮亮找的是这家103本帮烧。别看这家店到处都是现代化的装修，实际上做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老味道。或许你会好奇，店名里的103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上海本地人身份证号码上卢湾区的编号。卢湾区拆迁后，这家店从新安路搬到徐汇区的凯旋路，虽然相隔了6点多公里，但仍旧有食客心甘情愿的追随。老顾客经常来吃，就是搬脱了以后，阿拉就跟牢伊过来的。哎呦，本上最欢喜这就鸡毛菜小馄饨，哎，就觉着一只小馄饨跟那个外头不一样的。让食客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口鸡毛菜鲜肉馄饨了。这份馄饨背后还有一个温馨的故事哦。老板女儿小时候要吃辅食，所以奶奶就把鸡毛菜放进了馄饨里。但没想到一经推出后，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一直做了下去。我们鸡毛菜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的，然后回来以后你烫完以后必须要过冷水，让它冷却，这样你能保证它的颜色，保证它的脆度，保证它的新鲜度。然后你切的时候，你不要切得很细，这样的话你一点口感都没有了。到了包馄饨这一步，别看好像只是随手一抓，但懂经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手法没个好几年练不出来。要干这活，可离不开老板的妈妈丁阿姨。丁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哎，想问一下，最早的那家店里面，您都是就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对不对？对，他们年纪小，不太放心。我鼻子呢，就是讲叫人家定做啊，我们比外面的小的小馄饨呢，做皮子呢大概2倍吧，一点点不过瘾。给大家看一下，做一个对比，这个可能就是别家小馄饨皮，对，这个是你们家的。对，你有没有不做，要注意把它做好。所以汤底里的猪油也都是阿姨自己炼的，不假于人手。汤是做白斩鸡时煮的高汤，混合猪油的鲜香，这碗小馄饨可以说是每一个细节都不将就。究竟味道如何呢？不如就让亮亮来代替大家尝一下吧。小馄饨里面加鸡毛菜，真的是会有一种很奇妙又很熟悉的这个味道。因为鸡毛菜我们都知道本身就比较鲜，它可以帮这个肉解腻，所以呢，你就可以这样一口一口吃下去，一整碗吃下去，你都不会觉得腻。王老师，虽然说我这家店开业的时间比不上你的老字号，但是呢，是阿姨亚瑟清显的好味道，所以这一局我感觉还是我赢。虽然这家店呢是很受欢迎但是来看看我这边人头攒动有没有？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买什么呢？就是上海人非常喜欢吃的南丰肉，还有各种端午节必备的粽子，还有专门为夏天准备的泰康自主研发的乳酪饮品，喝一口美味营养又很凉爽。当然还有非常人气的就是他们家的自制特色熟食熏鱼熏蛋。熏鱼我想大家肯定是吃过熏蛋喏，吃过吧？第2局本地特色美食大 PK， 王老师找的是这家泰康食品。刚刚说的熏鱼熏蛋，就是泰康旗下真老大房熟食窗口的招牌。从开业到现在，熟食窗口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排队。在上海做熏蛋的没有几家，而真老大房就是其中的一家。但要说这熏蛋的原材料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大熟悉。侬看上去像啥个蛋做啊？应该是鸡蛋。鸡蛋啊？哦，阿姨，侬猜猜看好伐？侬觉着搿蛋是啥蛋做啊？好像鸭蛋。哦，为啥是鸭蛋啊？这个大不呀，从小鸭蛋是大的呀，这个鸡蛋老小，鸡蛋没大哦，这是鸡蛋吗？鸡蛋哈，像鸡蛋是吧？来，我再问问阿姨，侬猜猜看，搿蛋是用啥蛋做啊？搿鸡蛋。哦，为啥侬一看就是鸡蛋啊？搿肯定鸡蛋呀。为啥？人家好像是洋鸡蛋。哦，为啥？阿姨猜了介明确哦，洋鸡蛋。搿洋鸡蛋比炒鸡蛋大呀。哦，到底是鸡蛋还是鸭蛋？我们还是去问一问专门负责熏类熟食的周大厨吧。这个是鸭蛋，就是阿拉老早是用鸡蛋的。那么改用鸭蛋个好处就是讲，人家生蛋囊一类个毛病呢，就讲搿只鸭蛋呢才好吃。我印象当中鸭蛋呢都是相对个头比较大一点了。生个辰光呢，鸭蛋人家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大的。但么阿拉烧制过程中就要出现了搿啥情况，就讲要烧脱一点点。
烧了将近那个40分钟左右，手讲蛋个肯定要烧的。而且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很入味哎。对对对，入味的原因呢，就是我这个边上挂了几道，就是老卤煮啊，就是讲整个上海菜就是维持一个。那味道很好吃的，我们上海人很喜欢这个味道。哎呀，那吃了几十年了，老大妈个兄弟，现在上海没几家人家做了这个兄弟。这个很筋的，跟你说了吗？一片一片切下来，还可以这样子弄上吃，味道不一样的。熏类熟食有2种，除了熏蛋，这外酥里嫩的熏鱼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有草鱼、鲳鱼2种口味可以选择，都是经过老卤制而成，鱼骨头都入味了。来到泰康，不能错过的还有新设立的乳酪柜台，老字号出新品，味道自然是不错的。哎，现在是不是新品也有活动啊？对啊，我们所有的乳酪口味都在做活动，就是原价25，产新价20，特别划算。它是用生牛乳和益生菌长时间发酵而成的。哦，有芒果啊、草莓啊、青提，还有那个燕麦坚果，就是口味都是根据自己的口感选择，它都是无任何添加的。端午节即将到来，泰康和五芳斋2个老字号强联手，开设了粽子柜台。最受欢迎的就是大肉粽了，肉馅保证3分肥7分瘦，一口下去，油脂和糯米的清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现在不用到嘉兴就能吃到正宗的五芳斋粽子了。当然，这个时间段到泰康还有一样东西不能错过，那就是腌腊窗口的南丰肉。南丰肉只在每年的5月初到9月中旬上市，想吃可不要错过喽。现在到店购买部分产品，还可以享受55购物节的优惠福利哦。哼，我觉得这一把我肯定是稳赢了。你看，我又有好喝的，又有好吃的，还有你买了带回家啊，可以煮汤啊、炒菜啊、做饭的，如此的全面。哎，给我投一票吧。看来我们王老师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拉票，究竟结果如何呢？小馄饨，因为我喜欢吃汤汤水水的。我会选这个吧，鸡毛菜鲜肉小馄饨。我可能会选那个熏蛋吧，因为夏天了，熟食相对来说吃起来比较方便，然后它其实放在面里面也比较有味道。这2种么子呢，我就吃个只蛋。应该会选熏蛋，因为蛋白质比较高嘛，然后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减脂的女生嘛。第2局本地特色美食大 PK。钟亮推荐的鸡毛菜鲜肉小馄饨获得了136票，王老师推荐泰康食品旗下真老大房的熏蛋获得了147票。这一局王老师高于亮亮11票，扳回一局，获得胜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到在上海，大家一道来，下期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哦，拜拜。我在上海，大家都在。美食情报天天搜索，玩乐榜单日日翻新。这么脆的面包糠哪里找的？这个呢，只有晚市才供应的。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为你附上吃喝玩乐一网打尽。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吃货不会糊弄吃货，更正宗、更上档次的川菜。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锁定《陶醉上海》。